比特币预期的反弹能到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观察图表中筹码的变化来预估反弹的位置。我们从日线上开始看起，我们可以发现这波下跌非常的猛烈迅速。那如果我们转到4小时级别呢，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段下跌最迅速的这段时间，然后对比我们之前的几段行情，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筹码累积的变化。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一段下跌，我们拉出一个 VPVR，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这波下跌，它的筹码累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筹码累积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它是只计算单根 K 线，也就是以时间为间隔的。那我们拉的这种 VPVR 呢，它是以价格作为间隔的。那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这整波下跌呢，其实所有的量能几乎所有的量能，或者说量能的峰值呢，都是维持在这整波下跌的最上缘的部分。你可以发现，它在上缘呢连续出现的3个峰值，然后包括我们红色的 POC 位。那我们在下面的位置呢，你可以发现它量能累积的情况就远远不如我们在上面所堆积的量能。其实从量能横向的累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波下跌它筹码的变化。我们当时在上方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进行交易，其实并不是说上面的人卖的多，因为买卖它只要有成交量在上面呢，一定是一买一卖的，所以有人买就有人卖。那我们在上面呢，成交量维持在上方，就可以表示其实我们在上方成交量大，那下方的成交量小，就可以表示下方其实接盘的人是少的。像这种情形呢，它通常产生的反弹都会比较弱，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我们这波的反弹它就会很弱势，因为我们在下方的需求呢其实是不够充足的。那如果我们复盘到我们前面的几波像这种级别的下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如果说筹码它都是累积在下跌的下边界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反弹通常它就会比较猛烈。像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当时在 FTX 事件的下跌呢，当时我们这波下跌它直接跌了 28%， 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跌幅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波下跌它反弹的位置是到达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拉一个斐波那契，我们来计较它反弹这一段的比例呢，它是即将触碰到 0.5 了，也就是它反弹到了 0.38 到 0.5 之间的这个位置，而且是下跌过后立刻就反弹那其实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一段下跌它量能累积的情况。我讲的是横向的累积情况好，那我们一样把级别给切小，让我们可以看得更精确一点等等，我们切到4小时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一整段的下跌，如果我们观察下跌最猛烈的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整段量能分布的情况呢是非常均匀的。你可以发现非常均匀。如果我们跟当前的这波下跌比较，我们当前的下跌呢，量能都是累积在上方。那我们 FTX 事件的这波下跌呢，它其实就累积的非常均匀。那像这种累积的很均匀的地方，就可以表示我们在下方的需求它是比较强劲的。那么我们后续所出现的反弹也会比较大。那我们可以从刚刚的测量呢，就可以得知结果了。那再来，我们还可以观察一次有没有出现那种它明明是暴跌，但是我们的交易量就横向来看，它都是累积在上方的呢？有的，我们有一次这样子的下跌就在这里。那我们当时走出这个下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反弹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如果我们就暴跌的这一段当然以传统的斐波那契的方式来画的话呢，应该是要这样子拉。不过我们就只关心我们下跌最猛烈的这一段它将近到达了 0.618， 而且这个反弹的幅度是很可怕的我们下跌的时候呢，我们是从58000的这个位置呢，下跌是17000美金，很可怕。那我们反弹呢，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反弹反弹就光这个反弹就9700美金的幅度了，23%。所以我们这段的反弹它是很强劲的。那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量能分布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很详细的知道呢，其实我们这波下跌虽然说是暴跌，不过所有的量能它基本上都是累积在我们下方的 K 线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级表，我们把这个图表呢给切小一点我们就看这几根红柱它量能累积的情况。我们一样打开 VPVR，你可以发现什么呢？对不对？它量能累积的情况跟我们刚刚所讲的两段下跌有很明显的差距。它的量能呢，包括 POC 位，还有
波峰的这个位置呢，都是累积在下方的，所以我们后续的反弹呢，它就走得非常非常的强烈。虽然说暴跌，我们后续呢，它确实也是走空，不过我们的量能呢，如果说是都累积在下方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后续所产生的反弹的幅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呢，就是我们当前的这波下跌了。我们当前的这波下跌啊，我们的量能都是累积在上方，所以我会认为我们的这波反弹呢，就会显得很弱势哦。那我们一样按照刚刚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整波下跌。如果说到382的地方呢，那就是在27000左右；如果说到0.5，那就是在27700。那我会认为到382这个地方就已经蛮紧绷的了。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给切小一点点。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啊，尤其是我们在下跌当时呢，我们就有谈到，我们在暴跌过后所插出来的这个25000的低点呢，我们非常非常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行情呢又再次触碰到。那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观察行情的话呢，它确实又在几天后又回来了啊。即使它中间反弹了到26000多、26600，哇，它还是把这1500多刀的距离呢给补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之前谈的影片呢，我们就有讲到，这个是在5天前，它就会回来把针尖的这个位置呢给踩实。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支影片了。那它现在呢也确实是做了这个动作。那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如果在比较差的这个位置，比如说28000的地方所开出来的空单，就可以在它再次回撤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止盈点。因为我们很难以预测它反弹的时候呢，会不会把你原本空单的开仓价给吃掉。好，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我们再切到4小时。切到4小时之后，昨天反弹的是1500刀，那这1500刀，如果我们再切到1小时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好，我们开个 auto。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互换之上了，我们在下方所形成的箱体呢，它已经短暂的苟延残喘的站上去。那我会认为，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啊把这个27000的这个位置呢给突破掉了，那么我们阶段性的下跌就告一段落。我们要再产生下一波的下跌呢，就要等我们反弹或者说震荡结束，它才会产生下一波的下跌。那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说反弹有好的机会的话，那我们非常值得呢，在像这种地方去用锤子锤一张空单。那如果说我们这波的反弹呢，或者说后续的反弹呢，它一直都没有很明确的越过27000的话，那么我们继续再走下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样就会很危险了，尤其对于现在手上如果还持有多单，或者说还有现货的朋友呢，就会相当的危险了。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